欢迎来到本周的黄金市场深度解析。当市场看似风平浪静的时候，真正的风暴正在酝酿。本周一份来自世界黄金协会，日期为2025年10月13号，每周市场观察的报告，就为我们精准地捕捉了风暴来临前的信号。本周的核心观点非常明确，市场的平静被意外地打破，而黄金再次以无可争议的表现证明了它作为终极避险资产的王者地位。最引人注目的是，莫过于金价历史性的突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大关。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全球资本对未来不确定性投下的信任票。接下来将逐页为您深度剖析这份报告中每一张图表和表格，带您看懂数据背后的逻辑。无论您是资深交易员还是刚刚接触投资的新朋友，相信都会有所收获。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报告的第2页，标题是你所需要知道的平静被打破。这一份是整份报告的精华摘要。左侧的摘要部分告诉我们，上周市场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行情。地缘政治上虽然有和平计划的消息，但中美贸易紧张的局势再次升级，也将美国政府摆停，欧洲政局不稳，共同构筑了一份复杂的宏观图景。现在我们把目标移到第2页的右侧的图表，黄金只是做了它该做的事情。这张图是本周报告的点睛之笔，图中的橙色线是黄金价格，深色线是标普500指数，而那条蓝色的线是比特币的价格。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图表右侧，我用手指的这个区域有一块紫色的方框，标注了关税冲击事件。就在这个时刻，代表美国股市的线和被很多人视为数字黄金的比特币价格线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但与此同时，代表着黄金的橙色线却稳如泰山，甚至逆势上扬。这张图表完美地展现出什么叫做负相关性和避险的属性。在真正的系统性风险面前，黄金的价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再往下看是本页下方的条形图，它展示了上周全球各类资产的表现。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绿色的柱子代表周度变化，也就是上一周一周的表现，而蓝色的柱子则代表年初至今的变化。我们从左到右看，黄金周度上涨 2.3%， 年初至今暴涨 52.3%。 白银更猛，周度上涨 4.5%， 年初至今涨幅高达 73.5%。 而反观风险资产，标普500指数上周下跌 2.4%， 纳斯达克下跌 2.5%， 就连比特币上周也下跌了 6.7%。 再看右边的债券市场，以基点变化来衡量，美国2年期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都在下跌，这通常也反映了市场的避险情绪。这组数据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我们，上周的资金流向就是逃离风险，拥抱黄金。现在让我们来深入看一下黄金内部的资金流动和市场结构。看到第3页，标题是关于黄金的一切。我们重点来看右侧的图表，黄金市场持仓周度的变化。第2部分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净多头头寸。这里的净多头可以简单理解为市场上看涨黄金的力量有多强。无论是专业的基金净多头，还是市场上最大的玩家前20名净多头，这里清楚地表明华尔街的聪明钱和市场的主力都在上周加大了看涨黄金的压注。第3部分，黄金 ETF 和期货期权的 Delta 值，这个指标衡量的是期权市场的情绪。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ETF 期权还是期货期权，代表看涨的净多头头寸都在增加。综合来看，结论非常清晰，从散户到机构偏爱的 ETF， 到专业投资者使用的期货和期权，整个市场的资金都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他们看好黄金的后市表现。想要跟随聪明钱的脚步吗？点击下方描述栏或置顶留言的链接，即可加入我们浩投资官方社群，获取我们团队独家的黄金白银交易信号。
了解了基本面和资金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大家翻到报告的第6页，标题是黄金技术分析。这张图是所有交易者都需要仔细研究的。图表的标题已经点明了核心，金价运行在布林带的上轨， RSI 处于超买区。对于初学的朋友，布林带就像一条价格的通道，价格触及上轨通常意味着短期上涨动能非常强劲，而 RSI 相对强弱指数是衡量买卖力量的。当它进入超买区，通常是70以上，就好像汽车发动机转速过高了，提醒我们价格短期内可能涨得过快，有回调或者盘整的需求。报告的分析非常客观，一方面金价在历史性的突破了4000美元之后出现了高位盘整， RSI 指标也确实处于超买区，但另外一方面，图表最下方的 DMI 指标，也就是动向指标，其中的 ADX 线依然位于高位，显示出强劲的上升势头并没有结束。那么关键的价位点位在哪里呢？报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如果市场风险情绪继续发酵，金价可能再次挑战布林带的上轨，大约是在4100美元每盎司，而短期的强阻力是在4060美元。反过来，如果价格需要回调，那么第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就是布林带的中轨，也就是20日移动平均线，大约是3840这个位置。这里如果失守，下一个支撑则在布林带的下轨，大约3500美元。这几是未来一周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多空博弈点。当然，知道这些关键价位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操作。如果你想在我们团队监控到关键交易机会的时候第一时间收到提醒，点击下方描述栏或置顶留言的链接，加入我们好投资的官方社群，获取独家的交易信号。为了让大家对市场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来看报告的第7页，市场的表现与持仓总表。这张表格信息量非常大，我们一起来挑重点来看一下。这张表分为资产表现和持仓与流向这两部分。资产表现这一部分，我们除了看到黄金和白银的强势，还可以关注一个指标，叫做周度 Z-score。它衡量的是上周涨跌幅在统计学上有多么极端。比如标普500负 1.65 和日经指数负 1.65 都属于比较显著的负向偏离。更有趣的是右边的持仓与流向部分，这里的 Net Long Share of IO 代表是净多头头寸占总持仓的比例。我们看到日经指数的净头寸是负的 45%， 意味着市场在大量做空它，但它上周却上涨了 5.07%， 这很可能是空头回补或者逼空的行情。而右边远期回报是基于历史数据的回测，这里告诉我们当前市场状况下未来4周和12周资产上涨的概率，黄金的 58% 和 61% 都显示出积极的预期。接下来我们再深入发掘一些更专业的数据，帮助大家建立更加立体的市场的认知。请看第10页 COMEX 持仓，这张图展示了过去几年 COMEX 黄金期货市场中不同参与者的持仓变化。紫色的区域是基金经理净多头，蓝色的区域是其他净多头，黄色的线是金价。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近期黄线的拉升是伴随着紫色区域的显著增加，这说明这波金价上涨是由大型基金等专业机构投资者主导，基础非常牢靠。后面的第11页，世界黄金协会独家分析工具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这张图表能告诉我们金价的上涨到底是什么因素驱动的。在10月10日这一周，黄金实际回报是 3.32%， 模型告诉我们其中最大的正贡献是来自风险与不确定性，贡献了 1.69%， 但同时机会成本美元汇率是负贡献，拖累了 1.2%。 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高达 3.17% 的残差，这是模型无法解释的部分。报告在前面暗示过，这可能代表了中央银行购金或者其他未被追踪的强劲的买盘。我们再快速浏览一下第12页的关键技术数据表，这是一个技术指标的仪表盘。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白银、纳斯达克、日经、沪深300指数
9周 RSI 值都超过了 75%， 并用红色标出了，这再次提醒我们这些市场短期都可能处于超买状态，需要警惕回调的风险。第14页的每周 COMEX 期货持仓数据是第10页图表的详细数据版，它将持仓者分为生产者、掉期交易商、基金经理和其他这4大类，供专业的投资者进行更精细的分析。第15页和第16页是每周 ETF 流量和年初至今 ETF 的流量。这2页报告告诉我们通过 ETF 流入黄金的资金情况。从第15页的周度数据看，上周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 11.9 吨，其中 Spider Gold Shares 和 iShare Gold Trust 这2大巨头都有显著的资金流入。而从第16页的年度数据看，年初至今全球黄金 ETF 已经净流入了惊人的643吨，显示出长线资金对黄金是持续看好的。最后的第17页黄金市场交易量，这张表显示了全球黄金市场的流动性。我们可以看到9月份的总交易量预计达到3880亿美元，远高于前几个月，价涨量增，这是一个非常健康和强劲的市场信号，说明当前的上涨是有大量真实交易支撑的。了解了宏观背景，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这一周具体的经济数据。请大家看到报告的第5页，未来一周展望。这一页分为左右2个部分，左边是详尽的经济日历，右边是需要值得关注的要点。我们先看左边的彭博共识预期表，这个表格对交易员来说非常实用，它列出了下周每天将公布的重要经济数据以及市场的普遍预测值。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周4美国将公布零售销售月率，前值是 0.6%， 市场预期是 0.4%。 如果公布值低于 0.4%， 可能会打压美元，利好黄金。反之则相反。对于中国，周3将公布 CPI 和 PPI 的数据，市场预期 CPI 年率从负的 0.4 收窄至负的 0.2， PPI 从负 2.9 收窄至负的 2.3。这2个数据的改善将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走出通缩阴影的重要信号。结合右侧值得关注的事项，报告为我们指明了下周交易的逻辑。核心就是在美国官方数据可能因为政府停摆而继续缺席的情况下，市场将更加注重美联储官员的讲话，尤其是周2鲍威尔主席的讲话以及周3的褐皮书，从中寻找关于经济和利率政策的蛛丝马迹。展望这个星期，市场的焦点将是美国政府停摆的进展和美联储官员的讲话。在一个缺乏官方数据的市场里面，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如果你觉得本期的深度解读对您理解市场有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每周市场的深度解读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